过我告诉你，月球上有一个地方不用建房子，不用装空调，不用防辐射，直接拎包就能入住，你信吗？2009年，日本辉夜号探测器正在绕月飞行，突然拍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乍一看像个普通陨石坑，但放大之后，所有科学家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根本不是坑，而是一个深不见底、直通月球内部的黑洞。从那以后，人类陆续在月球上发现了超过200个这样的洞，而现在中国准备派人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洞里可能藏着人类未来的钥匙。但这些洞到底是什么？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比科幻电影还离谱。这些洞是几十亿年前月球自己挖出来的。你没听错，几十亿年前的月球完全不是现在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。那时候它地质活动剧烈，火山疯狂喷发，滚烫的熔岩像河流一样在月球表面流淌。这些熔岩流动的时候，外层会先冷却凝固，形成一层硬壳，但里面的熔岩还在继续流。等火山活动停了，熔岩流干净了，就留下了巨大的空心隧道。科学家管这叫熔岩管。地球上也有熔岩管，夏威夷最大的熔岩管叫卡斯穆拉洞穴，全长65公里，够你开车跑1个小时。但月球上的熔岩管可比这吓人多了，因为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1/6，这些隧道可以长得更大、更稳固。有多大？部分隧道宽度超过1公里，什么概念？把你家整个小区塞进去，再加上2个大型商场，说不定还能空出一片地方。说到这，你可能会问，就算月球底下有隧道，那又怎样？我们去那干嘛？这恰恰是最关键的地方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类登月这么多次，每次都是打卡就跑，从来没人敢在月球上住下来？答案是，月球根本没法住人。白天地表温度飙到121度，站上去人直接就被烤熟。晚上呢，骤降到零下129度，分分钟冻成冰棍。宇宙射线会直接照射人体，再加上时不时袭来的太阳风暴，短短几分钟就可能让人遭受致命辐射，进而引发细胞突变。所以50多年来，人类在月球上累计待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2周。但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：熔岩管内部常年恒温17度，你没听错，17度，外面是地狱级的冰火2重天，里面却跟开了空调的办公室一样。NASA 的月球勘测轨道器实测数据显示，宁静海坑洞内部就是这个温度，而且隧道顶部有9到15米厚的玄武岩层，相当于一层天然的防护罩，既能挡住宇宙辐射，还能扛住微陨石撞击。看到这，你应该明白了，这些洞穴不是普通的洞，它们是大自然在几十亿年前就为人类提前修好的月球避难所。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些隧道真的存在，而不是科学家瞎猜的？靠技术。还记得前面说的那个日本探测器吗？它不光拍到了洞口，还在马里乌斯丘陵探测到了独特的回波信号。什么意思？这就像你对着山谷喊一声回声，能告诉你对面是空的，这个回波也恰恰说明月球地下有巨大的空腔。 NASA 的圣杯号探测器更狠，直接绘制了月球的重力场地图，凡是质量更轻的区域就说明那里是中空的。2组数据一叠加，铁证如山，月球地下确实存在大规模的中空结构。说到这，你可能会问，好，就算有这么大的天然庇护所，那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科学家现在认真讨论的不是能不能在熔岩管里建基地，而是能不能在里面建城市。思路是这样的，把隧道入口密封，往里面注入可呼吸的空气，利用天然岩层当防护墙，直接在里面营造出接近地球的生存环境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1公里宽的地下空间里面有生活区、实验室、种植园，温度恒定辐射被牢牢挡在外面，航天员能正常呼吸、正常活动，而且月球重力只有地球1/6，你随便一跳就能跳好几米高。未来如果在里面搞个体育馆打篮球，估计人人都能扣篮。更关键的是，熔岩管理如果能开展农业种植，比如搭建水培系统，那月球基地就不用完全依赖地球补给了，粮食自己种，氧气自己造，真正实现自给自足。这就不是登月的概念了，这是住月球。但我得给你泼盆冷水，这一切有个前提，我们得先确认这些洞穴足够稳定，万一在里面建好了基地，一场月震就把它震塌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现在全球航天机构都在搞探测机器人。 NASA 的 Dual Axle 漫游车能在坑洞边缘分成2半，一半固定在上面当锚，另一半顺着绳子慢慢往下降，用相机和激光扫描仪绘制洞穴内部地图。德国人搞了个叫 Daedalus 的球形机器人，能在熔岩管里滚来滚去，用激光雷达建立高精度 3D 模型。瑞士人更绝，研发了一个太空跳跃者，没有轮子没有腿，靠弹跳移动，专门为低重力环境设计，能跳进深坑采集数据，再稳稳跳出来。我国也有类似计划，准备用可移动的细流机器人搭载 3D 成像系统，对这些地下空间进行全面测绘。等这些机器人把数据收集齐了，我们才能判断哪些洞穴结构稳固，适合人类进驻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还有一个疑问，就算能住人，我们费这么大劲去月球洞穴干嘛？地球不好吗？这就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野心了，资源。月球岩石里含有一种稀有同位素叫氦3，
被认为是未来核聚变反应堆的理想燃料，几乎是无限清洁能源的代名词。地球上氦三极其稀缺，但月球上储量巨大，而且这些洞穴里可能存在水冰，水能分解成氧气和氢气，氧气给人呼吸，氢气当火箭燃料。一旦在月球建立资源开采基地，我们就不用每次都从地球大老远运物资了，月球会变成人类飞向更远太空的中转站和加油站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全球都在抢月球，美国、中国、私营公司全都盯着这块蛋糕。SpaceX 和蓝色起源在搞可重复使用火箭，目标是把发射成本打下来。中国则靠国家级资源长期布局，嫦娥探月工程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。这不再是上世纪那种比谁先到的太空竞赛，而是比谁能留下来的生存竞争。故事讲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件事，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蜷缩在山洞里，外面是暴风雪，是猛兽，是根本无法生存的世界。洞穴给了人类庇护，让我们活下来繁衍下去。几万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同样的十字路口，只不过这一次洞穴不在地球，而在月球。从过去的洞穴走向未来的洞穴，人类这个物种始终在寻找下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的地方。月球上那些神秘的黑洞可能就是答案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们的后代回望此刻，他们会发现，人类真正学会离开地球，不是从踏上月球那一刻开始的，而是从我们钻进月球深处的那一刻开始的。